嗨，干啥呢？早看节目了。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先和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。不知不觉频道也过了1年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我们这期用一个非常标题党的标题给你们骗进来，然后教你们真技术，顺带填一个以往挖的坑。尽管不知道我们这个视频过年期间能不能放出来，总之由头都来不及梳了，快上车！欢迎收看做一名合格的战术键盘党作品预言家教老诞生方位篇第1期，使用 PS 对模型进行刻线设计、配色设计。好了，首先我们要有第一个东西，就是装着 PS 的电脑。先来点基础项的东西，打开图片，点击新建，参数一般推荐4096×2160，清晰度高一点，背景白色。我们创建的东西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成我们画画时要用的工作台。默认状态下，工具栏在界面的左侧，里边有我们各种各样需要的工具，顶部有属性面板，这个会随着我们选择工具进行变换。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图层，这里只会对我们需要的部分进行讲解。这个图层可以理解成我们一层层的画纸。接下来开始操作。新建图层可以理解成我们往画板上铺了一层新的画纸。复制图层可以理解成我们把画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，复制出来的我们就可以拿去随意搞事情，不会破坏原稿。每个图层前面都有一个小眼睛，点一下就可以让图层隐藏，可以理解成你把它给变没了。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有个不透明度，先看一下是什么效果。可以理解成有一个神奇的魔法，能改变画纸的透明度。作用是我们能看到下边那一层的东西，方便做一些临摹的工作。做各种操作前，记得选中图层，每个图层之间并不互相影响，可以单独修改。看到的是最终修改的效果。排列图层顺序可以理解成调换画纸叠放的顺序。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图层，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命名、改变图标颜色以及分组来进行分类。再来讲讲画笔的部分，我们先简单设置一下：一、点一下画笔工具；二、在上面属性栏选一下画笔样式；三、选择这个硬边缘，调整一下画笔大小到合适，可以用快捷键进行画笔大小的调整。我们先来模拟一下怎么设计刻线。一、先找到一张机体图，对于图片的话，要求尽可能是清晰，包含整个机体尽可能多的部分。顺带准备一些机体近照，有条件自己拍最好，没有条件就去网站大龙.net， 选择机体比例，找到机体，点击下翻，找到合适的图片，右键保存。如果外网看起来有点慢，也可以去78动漫.net 去找找，有搬运整理好的图片。二、PS 新建画板，拖入图片，调整大小。如果图片长宽变了，就摁住 Shift 进行调整。有的版本的 PS 或许可以不用摁 Shift。调整好后，摁一下回车，这样我们的画就确定了。这时候还有3个快捷键可以一起学习一下，就是摁住 Alt 加鼠标滚轮，可以对我们的画进行放大缩小。可以简单理解成你对着这个画凑近点或者离远一点，这个和我们最开始调整画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概念。还有一个是摁住空格，用鼠标左键进行拖动，这个操作大概是脑子来回挪动就能看到不一样的内容了。这2个东西能让你画图的时候随意放大缩小，也更容易处理细节。还有一个摁住 R 可以旋转画面，不用我说了，就是你脑瓜子对着画面旋转，方便观察，方便观察。如果你想定格旋转，还能准确的回到正中心，可以选择摁住 R 的时候，同时摁下 Shift。3、接上文，调整好图片，复制个图层，调整透明度到 50%。4、再新建一个图层，隐藏掉最开始的原始图层。遇到我们看不清原本机体细节的时候，就可以随时恢复原始图层进行观察。5、用画笔工具开始模拟刻线时，小伙伴们就开始会碰到一个问题，画的线根本没法看。再教大家一个快捷键，在画笔工具下，先在我们要开始的地方点一个点，摁住 Shift， 在要结束的地方点一个点，这样画硬转折的线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就在你觉得自己要起飞的时候，会碰到一个问题，可能你不太搞得定画弧线。我教你2个办法。第一个，学会 Ctrl 加 Z， 这个是撤回。简单来说，画错了就撤回一下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，终有一天能搞定这个事情。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购买手绘版，选购预算低就选 Wacom， 型号是 CTR-672， 大概是500上下。预算再多就影拓系列，非纸张的影拓 Pro 系列，
价格是500到1800不等。预算再高，新地13寸系列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不要买 iPad， 不要买 Surface， 有了手绘版，画笔就可以选择应变圆压力大小，参数大概是这样。设置后，我们就能画出来非常带感的线条了。好了，我们来讲一下上色。老样子：一、新建画板；二、拖入我们要上色的图片，不要调整透明度，直接复制图层；三、上色过程还是简单的，需要的就是选择出来区域，然后填充，等于我们做模型的遮盖，防止颜色搞到别的地方去。用 PS 给高达机体做配色，使用套索工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用法很简单，用鼠标不停的连接要上色块面的点，记得从第2次连接开始就要摁住 Shift 键，看到指针边上多出来一个小加号，就可以快乐的连了。等连完，中间可能会有没有被选择，是空心的状态，那就保持住摁 Shift， 在零件中间画几个圈就完事了。如果出界了，摁住 Alt， 这个是对于我们已经选择完毕的区域做一个删减。完毕后，使用快捷键 Ctrl+U 对色相饱和度进行调节。4. 建议每一种颜色都复制一个图层，并且做好分组，这样回头再想调整就比较简单了。5. 那么问题来了，等回头进行调整的时候，需要再重新做一次选取吗？可以按住快捷键 Ctrl， 当光标移动到图层的小图标上时，会多出来一个虚线框，这样我们就能直接选取出来我们之前的上色区域，进行2次的调整。6. 如果有条件拍摄的小伙伴，建议拍一个碰好水补图的照片，这种状态下颜色可以叠加的更自然，并且不受底色的限制。前面的操作都相同，只需要选取好区域，快捷键 Shift 加 F5， 选择一下颜色，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。这个时候色块变成实色了，把叠色模式变成叠加，接下来的颜色慢慢上就好了。很快你就会有一个非常棒的效果图，也方便后续上色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。节目有点仓促，不知道这个坑填的大家满不满意？如果想要进行更多的交流，可以进我们的交流群。如果要采购模型工具、耗材，也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142的小宝库看看。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是全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